哦，天哪！Oh my god！ 救命啊！哇塞！今天有把脑洞打到开到另外一个世界，真的哦！救命啊！这个刚这一段可以听很久，我告诉你，哇，简直帅毙了！救命啊！这个是走在一个非常非常前面的人呢，时代的尖端。难道要走在后面吗？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你看我，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里不一样？哦，好像有哦，那是什么？你不觉得我今天看起来特别有内容吗？哪里？就那里，哪里？就那里。那里是哪里？因为我今天穿了曼黛玛莲的 Hybra 大波系列。那里是有哪里不一样？因为这款内衣非常的神奇，像变魔术一样，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魔术片设计，所以穿起来它就会消除你的副乳，然后会让你的胸型更集中，所以你看起来就会比较有内容。小时候我妈妈就有跟我讲说，你要好好穿内衣，你才能有好身材。我现在终于有深刻的体会。因为以前都没好好穿的，我从来没有好好穿过内衣我认真的。现在穿还来得及吗？你觉得呢？在地心引力还没有影响它太多之前，都还来得及。曼黛玛莲 Hybra 大波系列是棉花糖女孩专属，显瘦魔法藏在细节里，鸟眼布面料，透气轻薄不闷热，立体花朵交织，勾勒性感姿态，牙白、糖霜粉、湛蓝黑，畅销热卖色，衣柜必备。曼黛玛莲官方购物闪耀女神节独家限定优惠，全馆3折起，满3000再抵200，即日起至4月1号止，点击资讯栏连结，结账输入专属优惠码 DKL100，再折100元哦。本节目由曼黛玛莲赞助播出。为什么老师出书可以这么快啊？小说这10年呢？这本10年了。对啊，不快，我就很慢那种。去年才出一本小说，今年就可以再出一本小说，好厉害。没有，去年没有，那个是一个旧小说集在一起，所以不算了。这个是真的，至少很专心，也搞了好几年，所以我是那种慢的而且都舍不得放出去啊，觉得还可以改好一点就改好一点。我在看前面的时候啊，我一直笑因为那是好事耶，那对我来讲是奖赏。怎么说？我很喜欢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会让你有感觉到会想笑，不是好？还是写得太荒谬了，你会想笑。对啊，他就是太荒谬了。而且我一直在想说，你是不是在写一个神棍呢？看前面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是，你有实地考察吗？不然你为什么可以写得那么写实？我应该就是对啊，我有去过宫庙啊，就至少我知道他们在干嘛。但是当然我没有说1个月在那里啊，或者是马上就进入问世的行列，没有，你没有问世，你在旁边看人家问世。我有去问过一次世，可是就是一次。那你问什么啊？那时候我是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是问说，我还找不到我的生母。就当年在寻找身世之谜的时候，对，出了一本书叫《袒露的心》，就是那个之前我不知道因为我的妈妈不告诉我，就是我不知道我生母是活着还是死了，还是在哪里，那没办法就去问世。然后你里面还有写一些，譬如说别人的打电动，生辰八字，然后他是什么命，什么对，那个我本来就会的。是的，对，我有一段时间还蛮厉害的对，紫薇也是，对，所以里面写的都是真的，就是那一个，没有他那些八字是真的，就那些八字是真的。然后就那时候我很厉害的时候是比较会看的。那现在已经忘记，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规则，你要记得，你没有常常用就忘了。那可是我是
有兴趣的，就是我这种人什么事都很好奇，而且我也觉得确实有就是唐国师跟你们讲的是会发生的你们会在一起一辈子的。不是我意思就是说他是有不要再笑我们了，太可怕了。连续两期来宾都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对，好可怕。他其实是有准度的，我没有觉得那个是完全是个 chancy thing。如果是统计学的话，它是那个 database 是有道理的哦。没有那么不准。没有，我有震惊欸。你有震惊什么？就你会，然后而且里面你论断的，譬如说它是什么命是真的，那个对，可是那个都很简单，那个而且很多都是那 Google 也有，就因为他们是名人的命嘛。就我以前是会看命书的，就是那些什么三命会通，什么造化元曜，就是那些会讲你是哪个月生的，你需要什么，就是金木水火土那些。你是念数学系的，对，后来念心理学，我是先念心理系，后来我出国念数学系。这个转折也蛮特别的，怎么会心理学念完念数学呢？讲起来就很简单。那时候就是我出国呀，那时候当年的年代出国啊。那我的奖学金唯一的一个学校给我奖学金，就叫我去念心理统计。那我去了以后，那想心理统计其实心理都是比较难的，对出国的人来讲，因为你出国心理学有很多的文化因素，我刚从台湾到美国是不懂的。那就干脆念数学系，我就转到数学系念数理统计。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不是啊，他讲好轻松，干脆就听起来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啊，比那些都是比较级，因为出国当然是对我来讲念书好辛苦，可是都是比较级。因为如果你念心理统计的话，那些文化的部分你真的没有办法跟同学比。那念数学就大家都平等了就是没有，就是你没有说看不懂的字或是什么然后像譬如说在孟文之地里面有一个英文名词叫 daddy issues 那像这种对美国人来讲是耳熟能详，每个人知道 daddy issues 是什么，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或者我们刚出国就不会知道，这只是一个例子啦就是之类的，他们太多，就是所有的，就是如果念心理学的话，所有事情都跟文化有关，就是当时的文化。那数学就很简单了，就是相较之下，当然对我还是很困难。但这个转折也很妙，就从念心理学再去念数学。后来我做了10年的数理统计工作，在美国公司上班，对。然后，所以我在美国做这个事情就做了10年，就做统计专业那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后来我就开始 part time 去，因为那时候就写小说，那唯一要养活自己，所以我就去做了写评论，也做了记者，所以我在美国做了好些年的特派记者，在 BBC 然后后来我就又回来教书，都是兼任的后来一个专任就是我后来就教新闻研究所跟艺术管理研究所，所以那时候就是转折蛮大的感觉一直在变换身份跟角色。对啊，这比较有趣吧也太有趣了，因为变换的角色好大对啊，要不然不是会很无聊吗？对啊。你几岁开始写书？我很晚的我不是所谓文青我出第一本书大概都30岁了，就是我不是以前是念相对比较理科的。对你们两个的表情好可爱的因为你刚刚说你念数学系的时候，我就真的吓到了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相对来说很感性的人，那因为对我来说，以我贫瘠的理解，念数学通常怎么说蛮理性的吧，就左脑比较发达。对，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数学系放在你身上，你觉得原来因为你的想象力其实很丰富的我想你就像你家的女儿不喜欢教育系统，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是我们
那时候我的时代就是念数学，就是台湾的那个数学教育，对，是把它变得很无趣的。那其实数学还不错，数学是蛮有就是空灵性的，就是你确实是可以看到那个好像水晶一样，就是你确实是很可以通透的看到一件事情的本质。我那时候念数学的时候，我很喜欢霍然律，就是那个其实是很有趣的，而且跟生活很有关。可是我们在台湾不会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就我们的教育系统。现在小朋友的可能比较好。我觉得要能够理解数学跟生活有关这件事情，本身要研究数学到一个很深入的状态，才有办法讲出这种话来。不会啦，因为像我就是非常喜欢数学的人。我以前考试可能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全校数学前几名的。哇哦，对。所以你没有被老师荼毒掉吗？没有，我单纯是喜欢算数学，就是少数的科目是学校教的不够，我自己会去买书回来，比如证明题自己回来证明之类的。但是纯粹是为了乐趣，不是为了其他，不是为了考试。是，其实数学是有乐趣，它是很好玩，像解题嘛。对。那除了像汉克这么聪明，就是他从小就知道那个有乐趣。像我的成长，那个数学整个是毫无乐趣，是非常非常枯燥，而且我也学不会的。那我只是到了美国没办法，就是如果比起来念心理或心理统计，那我大概会念不下去呀，就是会太难了，就是那个刚去美国那个文化的隔阂很大。数学至少就是大家都平等。而亚洲人数学相对也是蛮厉害的。对啊，就是相对来讲，对。那你过去这么多的身份转换，这么多的身份，你最喜欢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呢？当然是现在，就是其实一直都就是我会觉得我的每个转折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想那个就很快乐，因为我们那一代的爸爸妈妈都会要你做这个做那个，就是他一直像我父亲母亲就会希望我做个学者吧哈。我父亲母亲都在大学教书，所以他们有一套觉得学者是最崇高的最好的工作。我的转折就是每一个转折是我自己要那样做的，我想那个感觉很好，就是包括写作。30岁以前我没有想过，一天都没想过说有一天我会写东西，就那个是我的头脑以外的世界。但是那是当它是我的选择之后，就是当是我自己去选择那一条路，the other way 就会不一样。就是那你那时候在选择这一条你不熟悉且没有那么多经验的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曾经怀疑过吗？一定怀疑过，而且我那时候觉得我就是很不足，就是原先写作者所必备的一些条件我都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多少年，已经4、5年了，开始写作，我连家信都越来越简单，1、2、3、4，就很多字也忘了，所以连那些很基本的我都不记得了，都不会了。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我会就是我在公司上班，然后就硬生生的就把 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 就是因为我要用一半的时间就去图书馆，就去看书，就是看我认为就是我需要读的那些书。那时候我的家人包括先生，包括爸爸妈妈都很生气，因为觉得这个跟生计都很无关，要去把 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 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对公司来讲就是你不想升迁，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原来它有一个楼梯嘛，那在当年那时候的美国对亚洲女性非常的提拔，因为那个所以其实是一路看好的，然后你突然跟他讲说不要我只要做 part time 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我的 career。 然而就因为这样吧，就回到你们刚刚讲的，就因为
这件事情那么困难，而且没有人赞成，真的没有人赞成。写要干嘛呢？就是我父亲母亲都不会觉得写作是值得做的事情，所以那可能就也许因为这样，所以一旦开始写，然后其中又真的有无穷的乐趣，就一直做下去咯。你从小就是个叛逆的人我从小是一个家庭管教很严格的人啊，所以我的父亲母亲都管我，所以我是一个看起来很乖的小孩。加上那时候就是我头脑有很多的问号，觉得家里怪怪的。我的问号是家里为什么是怪怪的？然后因为就是那是我的身世，就是我的父亲跟家里请来帮忙工作的当时叫佣人生的小孩，可是这件事情整个就是没有人知道，就是我父亲跟我的妈妈就是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也一点都不知道。可是其实是怪的，因为我的妈妈并没有原谅我的父亲吧，其实也真的很难原谅。你说你的后妈算是就是其实我一直就叫她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对，就不是亲生的妈妈。对，因为我的生母是我一生下来大概当天就离开了。对 ，OK， 所以他们整个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人知道，在当年的年代，所以我就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而且我是一个小孩唯一的小孩，对对对，因为我的妈妈就是不是我的生母，就我生母就我从来没有见过。然后后来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已经不在世界上，所以我没有见过。那可我的母亲，她可能也有很努力要对我好，可是我越长越大，后来我看照片才知道，就是我非常像我的生母，非常奇怪。我生母那边有好几个孩子，可是居然我是长得最像我生母的那一个孩子。那所以当我越长越大，就是当我渐渐成为一个少女的时候，更奇怪了，就是我的母亲对我真是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那我一直觉得很疑惑，比如说就是我母亲会讲一些非常奇怪的话，因为那时候如果我现在去回想，就是她为什么会讲那样的话，因为她心里就是某个意义上我是她情敌的孩子，那所以当我越长越像当年她看过的这个女人的时候，她就会有一些，譬如说我只要出去穿裙子稍微短一点，她就会说我不可以这样。那我问她说为什么这样？我的同学也没有穿那么长的裙子，我母亲就会脸色一变，说别人可以，你就是不可以，就是你就是不可以那个感觉就是我会觉得他的那个后面的意思说你小心你身上可能有放荡的或者是不洁的因素，就是后来去回想就把这些事情拼在一起的时候才比较了解。那当然就是我的妈妈也很不容易，因为她就带着这个秘密过了这么多年可是心里那个部分是在的，就是始终过不去的。是啊。那你后来是怎么发现这个事情？后来是在我父亲过世之后，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所以很晚了。对，很晚了。我在香港工作那时候，就是做台湾的文化代表。然后我父亲过世，我就把我的妈妈接去香港，就我们两个住。那有一天，就我父亲走后不久，那我跟我的妈妈在阳台上吃早饭，因为我去了美国看家人，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一个人在香港，可能很寂寞那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讲说，你这么久还没有去葬你父亲，是不是因为你有怀疑说你不是你父亲生的？这非常奇怪的一个拼装。就是第一个
我父亲因为他心意要葬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不可能去立刻去葬他。那可是我母亲可能前一两个礼拜我不在家，她心里有很多的心思，对，所以她就突然讲这句话说：“你这么久不去葬你父亲，是不是因为你怀疑你不是父亲生的？”那我真的大吃一惊，因为坦白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是我父亲生的，因为我跟我父亲感情就大老以后真是越来越好。那就在那个当下，就真的是像这样的快，我就非常直觉的马上反应的问他一句说妈，那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就是立刻的就是那一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问出来，因为他问我的非常突兀，所以就好像乒乓球一样，他打过来我就突然说妈，那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啊？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是有过这样的疑惑，可是后来就放下了，因为我也长大了，那他们也老了，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很久没有在我心里提起过。我小的时候，有时候他对我自己认为不够好的时候，我是会想说，我是不是抱来的孩子，就总会这样，对，公园捡来的。那所以那个时候就突然这样，然后我问以后，非常不平常，就是他停住。就是他没有讲话，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就没想到，对，问一下就是对，居然是真的。那我就马上接着问说，那我是谁生的？Oh my god！ 天哪！那个是你几岁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已经50几岁，父亲都过世了，对，50几岁，对。哇，50几岁的时候才对问妈妈这个事情，然后妈妈不回答，对，哇，我们先喝一杯哦。哇塞，对啊，我想一想，这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它事实上是发生。然后接着是一段，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也很遗憾，我也很对不起我妈妈。其实是一段比较煎熬的时刻，是因为他讲到说，那我是谁生的？他就断断续续讲了一点点，可是他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就是其实他非常的鄙夷，就是鄙夷我的出生啊。就那个时候，就我不是他生的，那我是谁生的？我是那个女人生的。那个女人为什么会生我？他说他就会断断续续讲一个，譬如说他会讲说，因为那个女人很爱钱，然后我的父亲又很怎么样，就还讲一些，可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后来呢，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心里想的不一样，我心里想的是我要赶快找到我的生母，说不定她还活着，而且我多想看看见一面也好，对，见一面也好。我不知道她活着还是走了。那可是我的妈妈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她可能很后悔告诉我了。那后来我回想，就是当两个人保守一个秘密，就我的父亲跟我的妈妈两个人一起保守秘密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那当一个人，就是我父亲已经走的时候，他其实说不定是想要告白的，那或者他告白的意思是希望我听了以后就会跟他讲，就以他的立场说，妈妈你真不容易，我不是你生的，你还把我养大，就他想听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也不够体会他的心情，那我比较急着是找人，所以这样就是我们都在香港，在一个屋檐下，就是我们始终就是这个部分，就他怎么样都不告诉我。我想了一切办法，就是找我所有可以请得动的亲戚去跟他聊天，希望他讲一点点，就是到底我的生母姓名是什么，籍贯是什么，到底是几岁的人，他通通不讲，就是所以是一个有一段不愉快的时光。对，就是我现在想起来，有时候都还是会很自责，就是我已经是个大人了，就是我应该更体会他的心情，可是我总是急着
想要找到人，就是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彷徨，就是走在路上，比如回到台湾来，走在路上看到熙来攘往的人，都会想说啊，其中会不会有我的生母在啊？就是到底我生母发生什么事情了，就非常想知道啊。所以后来终于找到了，可找到的时候，我的生母就已经走了1年了，就过世了。而且我的生母那边我有一个姐姐，我还有3个弟弟。那他们跟我讲都是说这样也好，因为他后来在我们家所谓的帮用啊，那时候用这样的名词，就之后他又回到他的原来的家庭，他原来是一个有丈夫的人，他就又回到就是他原来的生活里，就又生了3个弟弟，原来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姐姐，那他们后来都安慰我说，你没有真的碰到也好，因为他先生还在，他先生一直到前年才过世，就是他先生可能因为就是我们上一代的人有时候真的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就他的孩子并不知道他的爸爸知不知道他妈妈有这样一段，就是知道他去帮用，可是跟主人家生了孩子，不知道他的爸爸知不知道，那当然也不会去问，而且也没有线索，就是他的孩子也全部不知道这一段，所以他的孩子也是你后来去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的。他们才知道的。然后那时候去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是不是虽然他们也没有说没有钱，可是就会觉得这个冒出来一个人，硬要说是他们的小孩，那是要干嘛？那后来是不是要来分财产？是啊。虽然也没有什么财产，那后来我们就去做 DNA， 我就跟我的大弟弟去做 DNA， 就在那个有个柯昌明，我还记得在那个忠孝东路，还是青岛东路那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 DNA。然而就是在我的弟弟跟我们2个站在路口的那一瞬间，我弟弟就觉得不必做了，因为实在是太像了，就是他有这么多个孩子，可是我是最像他妈妈的那一个，所以就是太像，根本就好像他妈妈走出来这样子，非常像。后来我看他的照片，我有，可是也真的是就是很像。那可是当然我们还是做了，那做了 DNA 当然是什么99.9%的那种是姐弟，所以也就在那段时间，就在我最彷徨的时候，我去问过一次事。就那个时候神明有跟你说什么？那神明跟我讲的有对有不对，那个就是其实所有的就是问世的经验里面，如果统计下来的话，后来也去听了很多，就是都是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就是说那个天线有接上，或者有时候就没接上。难怪你会写天线，对对，真的是那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通了，有时候没通。对，那时候那个我问世的经验非常的，可是他确实看到什么，因为我们只是排队，就一个人一个号码，对，然后你就站在那个问世的人前面，他问你要问什么事啊？那我站在那里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你官印在身，你干嘛要来问什么？结果那时候应该不是官，就是只是在香港做一个跟政府有关的事情。可是他绝对不可能认识我而且是一个一个轮流。可他看到的，他确实看到什么，是会说官印在身，所以也不是完全无稽，就是有时候通，有时候不通。那我跟他问说，我可不可以找到我的生母？然后他就说会的，你会找到。那我说什么时候会找到？他说很快就会找到。那我说是不是还活着？他说是，应该还活着，所以我就很高兴。有时候有的部分是对的，因为大概1个月之内，那我就找到了，就是我生母的家庭，就他的先生跟他的孩子，他已经走了。就是有时候对他说很快找到，真的很快找到。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那时候很可惜我生母就不在了。哦，明白。哦，对，这是我唯一的问世经验。我想问说，你当时，嗯嗯，知道了你的身世之谜之后，对你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知道了我的身世之谜之后，我就好像在突然之间，好像那个书这样一页页打开，就是我原先我很多想不通的事情，对，就突然明白了。就对我来讲，那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可能不是很多人的经验，可对我来讲，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糊涂的小孩。那个糊涂的小孩，就是你坐在一堆的问号里，你有些事情你就是看不明白，你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某一天，在某个情境下，你就明白了，原来就是那个身世之谜啊，所谓就可以解释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像刚刚 Hank 问我的，就是你举个例子，它其实是有太多那种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就是我会小孩就很像，对我来讲的时候很像那个潜水艇，就你有一个镜子是这样高看到海面上，坐在潜水艇里。那时候我就听得到大人在讲什么话，就是这个。然而有些部分我听不太明白，可能那个意思就很奇怪，所以我一直是感觉是一个坐在潜水艇里的小孩。那大人在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对啊，因为像我母亲有时候还是会埋怨我父亲啊，就是当年的那件事情多少还在嘛。那后来就是当我知道我的身世之后，哇，就这种啪啪啪啪，就真的很，就真的有光照进来吧，这是很好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感觉，对。所以你有觉得你这个谜一般的身世，有让你在活着的时候也活出一个谜一般的人生吗？还好吧，我的人生，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或生命，就是其实还在一个比较透明的状态。那说不定为什么会这样？说不定是因为我曾经坐在很多谜语里面，包括像梦魂之地，就是里面讲到一个人叫蒋经国。那蒋经国也许有人会觉得有人觉得他是个独裁者，有的人觉得他是个建设者，有的人觉得他是败北者，就是其实在他身上有非常激烈的冲突，就是他的年代。但对我来讲，就是对小说作者来讲的话，他一直是一个藏着秘密的小孩，就他藏了很多秘密。他的继母是以前叫蒋夫人是不能够提他的生母的，他的生母是毛夫人，所以而且他父亲也一再的给他们的信里面写说，只有蒋宋美龄是你们兄弟唯一的母亲，就是这个唯一对蒋介石仿佛是很重要的可能蒋介石对宋美龄也有一些的必须要交代的事情，所以这个唯一对孩子来讲，一个是伤害，另外一个就是他必须要把自己的生母藏在秘密里面，就是那个是他的秘密，所以他从小是一个藏着秘密的小孩。那后来他的人生的难题一直是说，他怎么样隐藏他自己，他怎么样面对他父亲那他又怎么样去隐藏他自己的某种意义的黑暗面跟忧伤面，因为他有他的黑暗，有他的忧伤。所以怎么说，就是秘密我觉得是一个重量，就是那个重量太重的时候会拖抑我们的人生，就是会譬如蒋经国后来就是梦魂之地，从他的晚年写起，就很多时候讲他的晚年，他其实是个悲剧人物，非常的不快乐，然后
晚上也会睡不着觉，就是吃一大堆药都没有用，就是那个秘密。当然他最大的秘密还包括说他明明知道说反攻大陆是个大谎言，可是他必须要一再的讲，一再的告诉全国军民。要回到这个，就是回到这个秘密的人生，我自己看是有它的代价，有它的重量。那也许我也多少会看到，就是我父亲跟我母亲，就他们有秘密的人生，他们两个人保守了一个很大的秘密。可是这个秘密终于是沉重的，就是终于会影响其他的生活。那如果刚刚 Hank 问，就说如果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要有什么是那样密不可宣的，就是我宁愿他都可以摊开来，他没有什么是不可讲的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就是我要的。你是算是外省第二代，对，父亲对，是1949年到台湾，对，我生在高雄，对。然后我今天来之前我也做一些功课，说你的大伯跟二伯，好像在大陆，都有什么被共产党，对，一位是被是因为国民党而送上绞刑台，很可怕的绞刑台，就是在国民党内斗。对，就是蒋介石应该是有跟张作霖，就是当时的军阀讲说要清共，就把我的伯父算是国民党左派，因为那时候左派右派都合作，所以就把他跟那个李大钊一起放到绞刑台上去。哇，那个真的很恐怖，我想起来都害怕，因为后来看了很多资料，就是你在绞刑台上要10几分钟都不能死，就是很恐怖的一个慢慢折磨。对。然后我的父亲就那时候可能是器械也很差，没有像你的运动器材那么先进的可是我父亲就我觉得这些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负担，就是当时没有人敢收尸啊，因为我二伯父那时候就是乱党嘛，就是对张作霖政府来讲没有人来收尸，所以是我父亲一个高中初中生啊，就要去收他哥哥的尸。那这是我的二伯父。这个会有心理创伤吗？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就是我的父亲是让我看不出来他的创伤，就像他可以把一个秘密保留这么久，对，他是有他的，就是也许是那时候经过战乱的人，这有他的深层的一面吧。是，后来我就是我有写说，也许就是包括1949或者之前，就对本省来讲是228或白色恐怖，其实我们大概都有那种烙印，都有伤痕，就是上一代，那只是不同的伤痕，但是多少都会影响他们后来的生活吧。那我的大伯父是被共产党什么叫押解回籍啊？是用那种铁丝穿在手掌心，就是他那时候已经逃到江西，就一路拖回老家，然后就是枪毙，就因为是地主。老家是哪里？他是山东，对。然后他那时候因为做过议长啊什么的，所以就当然是就是算是国民党的。就是算是国民党，所以是共产党的敌人，所以是敌人啊！对，哇，穿过掌心，对啊，这跟耶稣的这个，对是，而且一路拖拉回去，超过几个省，真是太恐怖了，很恐怖！妈呀，对啊，一路回去，哇，脚都软了，天啊，听起来，对啊，这不是，这听起来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其实就是你的。我的父辈而已。对啊，这个我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几乎是没有办法想象当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我们的祖父母辈也没有经历这些东西。我刚刚很想要知道说，因为你刚刚说梦魂之地你筹备了10年，为什么？
那时候其实原先就是写了第一本叫《东方之东》，讲的是就是台商跟他太太在两岸之间的拉扯，然后又提到顺治跟郑芝龙，就是讲的是一个两岸之间或者是外部怎么看台湾的故事。那那个写的还蛮顺利的，接着就写了《婆娑之岛》。婆娑之岛写的是两个外国男人为了台湾下狱，一个是末代总督是奎伊，就是荷兰的末代总督。奎伊他是因为放弃了，就是某个意义上他被郑成功打败了，所以他就为了台湾入狱。那另外一个是美国的一个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就是美国的一个国务院的一个高官嘛，就是跟台湾就是有一些感情，然后有一些情报就流出去了，所以他也是变成对美国那是很严重的罪行，所以他后来也关在监狱里。就是我想也是借着爱情，然后写外国人怎么看台湾的关系。当然那个喟叹那个叹气都是台湾总是陷入夹缝啊，或者说台湾怎么一再的被人遗误啊，就那是婆娑之岛。写了这2部之后，当然就是平常讲好像3部曲是一个定数，所以就应该写，就是这已经是10年前，就应该把第3本写出来。那第3本当然自己觉得它一定要好看，就我希望我每本小说都非常好看，那又要它好看，又希望它能够包含尽量的复杂，尽量的有情绪，有人性，然后有历史现场，就种种的部分就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写了这么多年。那后来就是当然后来就说对我来讲通灵啊，做个 media 有灵媒在其中，是叙事者，也是把这些很多很多纠结拆解的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是一个方式，就是能够让最复杂的事情也能够好像站在比较高的位置看得清楚。终于就是这是第3本叫《梦魂之地》，所以一晃眼也已经距离第2部10年了，所以真是很久。感觉久是为了要让它更复杂、更深刻，也更好看。就是我真是希望就是别无所求，就是希望说既然是本小说就要是本好看的小说，然后最好哪一个人就是不经意拿起来就觉得好看，就可以一页一页看下去，就那是最大的期望。我现在在听平路在讲话的时候啊，我都有一种像我每次看电影然后我都会去看那个导演的比如专访啊或者什么，然后我最喜欢听他讲他自己的故事，因为我都会在他的作品里面去看跟他自己的关联性。有一种你知道那个东西有一种我又没讲了，我又明白了听众不会明白，但是我明白了就好了对，你知道那个冥冥当中它有一种虚虚实实的是我觉得那个好有趣而且是一定的对啊，是一定的。对，其实就坐在，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有时候这些事情自己不一定知道因为你陷入其中，你就以为是理所当然就这样写出来。可就算刚刚跟你在聊天的时候，我自己都好像那个 déjà vu 一样，就好像看到了，是的说不定为什么会选这样的题材，为什么会写这样的感情，说不定是跟我自己有关系，那关系可能有好些层，可是它确实是有关联。尤其是像你如果要让一本小说里头它的人性相对来说它必须要有一些复杂，其实也是必须要你理解，然后你见过，对，然后你知道，对，它一定是都包含在里面。对。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当然，你觉得你是一个设计谜团的人，还是一个解谜的人？
我当然希望是既设计谜团又把它解得很漂亮，就这个是这是小说的最高境界啊！对哦，OK，因为他不假思索的对啊，对。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对，因为我觉得刚听他讲，他的人生就是活在一连串的迷雾当中，然后到很大的时候才慢慢的把它解开。那我只是很好奇的是，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设计谜团的人，还是解开谜团的人？因为那跟他的这个人生的动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他说，他希望能够既创造谜团，也能够把它解开，这就很有趣，就是因为跟他的人生其实有很大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那我懂你的意思。但我觉得谜这个字对平路来说应该有一个蛮大的吸引力，某种程度上。我也觉得。因为你其实看完他的小说结局啊，你还在那个谜里面。没有解开啊。他其实解开了也就没有，你知道那个他不是要告诉你答案，他没有要解啊。对，他解到一个程度让你自己去感觉一下，你到底要怎么。对，他还是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在里面。是希望这样的，就是有，其实没有答案嘛。对，单最有趣的也是问号本身，就是对为什么他后来变成后来那样的一个人，就是为什么事情后来变成那个样子。对，包括两个人相处，包括一个人的生平，他不原来就是那个藏着很多秘密的小孩吗？那后来为什么他必须要做一些也许是不对的事，当然包括对的事。那他后来甚至为了维护他父亲，他也分不清就是到底是不是自己在献祭他自己，就是真的是蛮纠缠的。应该是说像你之前有写过另外一本是叫《黑水》，对，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事件嘛。对，但妈妈嘴的，对，他也是用一个站在女性的角度，然后他用不一样的视角在写这件事情。因为你在看新闻的时候是就只有那么一个角度，可是黑水那一本，他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写这件事情，然后给读者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件事。那个谜团也非常有趣，就是人为什么，就是你怎么可以杀人？你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杀得下去？就是你下手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就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恨意，就是让你可以下去那一刀。就对我来讲，这些都是就是至少我非常好奇。但我很想知道，是说对你来说，人性是善还是恶呢？还是你有其他的看法？我觉得人性应该就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这样讲好了。就是如果我在那个境遇之下，天哪，我会杀人，我绝对会的，我会杀人。那换一个境遇，如果是在被害人的位置，我也可能被杀因为我遇到我该要逃出危险的时候，我是逃不出去的。就是那个被害者是一对夫妻，对，那太太早就觉得这事情很蹊跷可是他就是跨不出去。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心里，就你在一个关系里久了，你也觉得出去就真的踏出去的时候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不会处理得更好。换句话讲，如果我在那个境遇里，我非常可能被杀我就是那个太太被杀掉的。我也很可能杀人，因为我如果住在顶家，我如果住在顶楼加盖上，如果我每天听到的看到的是那个当事人叫做谢依涵，就是如果我的环境是他这样的话，那么是的，我也会杀人，我会的，我绝对相信我会。那么所以你说这个人性是
善还是恶呢？就是大概我们都是很多时候是境遇，就是我自己绝对没有比任何人善良，我也绝对没有比任何人睿智。那一般来讲，就是我的条件比较好，我的支撑体系比较健全，就是我的随时求援系统也比较多，就这样而已。那你相信命运吗？我相信命运，是的，我是相信命运的，而我也相信，就是像哈姆雷特的那句话，就是我们的难题，每个人的难题一直是我要怎么样面对我的命运，就是这个是人生很大的难题，就是我的命运是这样，可是我要怎么面对它，然后在里面找到属于我自己能够掌控的部分。那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非常 rewarding，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命运真的掌控得了吗？某个意义上，命运是非常 tricky 的，就是它就是让你头昏脑胀。然而，一定有一个部分，就是在怎么样恶劣的命运里，就是必然有一个部分，可以说是在你的心里吧。5年前，就是我那时候有生病过，就突然没预警的得了癌症。那时候我就真的是明了说，哇，所有外在的一切啊，包括命运的起伏，什么忽然遇到很糟的事情，我真的是明白说，所有的那一切只是天气啊，只是就像天气一样，今天变冷了，明天又热了。然而我们自己可以是天空，我们应该还是有，也许不叫掌控，就是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看待这件事情，然后找到我们所喜欢的位置的一个方法，我是这样认为了。那你写过这么多本小说啊，你觉得不要说小说，因为你写过很多本书，你有没有你自己最喜欢的哪一本？应该这个太难了。这个就是这个好烦哦也很简单，因为每一本就是他离我没那么远，所以他还是最爱啊，就是最新的一本，永远是最爱。哎呦，对呀，这个说法不错。对啊，或者是就是以前我比较喜欢说他是还没有写出的那一本，就是下一本永远更好。对对，那你的下一本其实已经 on the way 吗？应该是一本散文，是的 ，on the way， 可是应该是个 long way， 还有 long way， 对。你的小说的题材里面，大部分都跟台湾有关系。对，我比较相信，像我们可能都很喜欢安藤忠雄嘛，像安藤忠雄，就是他有说过说他觉得他的建筑是他跟社会发生关系的一种方法。就如果没有建筑，他就跟社会没那么紧密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就对我来讲，我也不能做其他的什么，我也没有像 Hank 跟婷婷做那么多事情。可对我来讲，就是写作这件简单的事，非常单纯，就是你对着电脑或对着 iPad 就写，就这个是一个我跟社会产生关系，而且那个关系不必复杂到说我自己不能够操控的地步，就是它那个距离是刚刚好。刚刚好意思就是它由着我嘛，就是我要怎么介入，比如说我今天要多看一个什么，因为写作就不是活在真空中，所以你必然是跟这个社会产生关系的。那你怎么看现在的台湾？他像你所写的，台湾也背负了某一种原生家庭的原罪跟某一种情绪在那边纠结嘛？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呢？这方面我就是很理想主义的。我觉得就是过去我们的那种斑驳的身世，就是我们殖民的背景，或者是1949年，然后突然等于是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国府时代，或者是党国的时代，就种种某个意义，就是我是真的是很乐观的，我觉得都是其实是在丰富我们，就丰富台湾的
韧性。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我想象的台湾。哪一个韧性？哪一个韧？韧就是很有坚韧，很难写的那个韧。不是另外一个那个，那也很好。对，台湾要韧性一点，对对，台湾可以韧性啊，就台湾这对你讲的好，两个韧听起来都不错，都不错。对，就是我自己那也在国外工作过，然后回头看台湾，我自己最喜欢台湾的地方，一直是就在我理想中的台湾，一直是它是一个没有界限的地方，就它没有那么清楚的 borderline。就他总是跟任何人啊，比如外国人来这边，就都是可以跟台湾很快的融入，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对，暧昧关系，暧昧而温暖嘛，就是大概就是暧昧。这个听起来很有画面了，暧昧而温暖听起来蛮有画面。对，因为你说走去一次 7-Eleven， 那个外国人一定会感觉到那个温暖，对不对？可是他走出来的时候，这么多人跟他打招呼，那也其实也有暧昧在嘛，就是种种暧昧。这个我要学暧昧而温暖，听起来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地方。台湾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台湾是有它的暧昧性，也有它的温暖感，有它的温度。那对我来讲，就是那个理想中的画面，台湾是个怎么样的地方？我觉得台湾最棒的就是那个没有界限。我也希望就是它过去的历史，或者是过去的种种，包括责难，包括身世，希望再过一些年，5年10年，就是会让我们更有包容力，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啊。我知道了，我觉得我前一阵子在讲说，就是台湾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自我认同嘛。在某个程度上，因为它有点过于复杂，不然从以前殖民啊，国民政府来台，然后各种身份认同，各种 identity 的问题。今天听你讲完了，我忽然觉得我们的 identity 就是暧昧，这是很好的，听起来超棒的对，我们都喜欢暧昧嘛，对不对？对，这是第一个，这个是超级棒的一个 identity， 这是一个自我认同。对，假设比如老娘今天就是要以暧昧的姿态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哇，这听起来超屌的，真的太厉害了。对，我不要成为那样，我也不要成为那样，我成为暧昧的我自己。对，这听起来不错哎。是啊，就是啊，这个概念好棒哦，我好喜欢这个暧昧。OK， 暧昧且温暖。应该要加上后面那个且温暖，我觉得才会精准的形容啊。暧昧且温暖，暧昧且温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想象。可是这个结论才太幽默。不过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认同的感觉。对啊，以前我们想的都太严肃或太政治，对，以前就会想说，我一定要么就是像中国大陆那样，或者不然我们要像美国那样，不然我们要像日本，不然或是像哪里南岛国家，或者我们要有一个自我的认同，我们要去看国外的人怎么弄嘛，或者我们要学欧洲怎么样？忽然间提出了一个全新崭新的概念，说暧昧且温暖，暧昧且温暖。哇塞，这以后要写在宪法里面。要啊，修宪第一条就是要这个台湾要成为一个暧昧且温暖的国家。对，哇塞，这听起来屌到一个暴毙，果然是要从小说家的口中讲出来，这完全是脑洞大开。以前就是不管是作为华人社会或者是亚洲社会，我们太被伦理所束缚，就这个是我真正对台湾的期待。我觉得我们如果暧昧温暖，还有一项我也好喜欢，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自责人伦，就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跟，比如说不管它是什么国家什么岛屿，我们要决定我们要发生什么样的关系都可以。对，这个是就是很先进的想法，很不错嘛，对，没错，不要被那个一些迂腐的道德外交啊，或者是什么，不要被迂腐的道德观所绑住啊。对，带来无限的自由，我们最向往的不就是开放式关系啊？对，是这样的意思吗？这个叫做负责任的这种有选择的负责任的开放式关系。对，开放式关系是要负责任的，因为不能
就是不能有欺骗啊，什么等等在里面啊。对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有想过的，无需欺骗嘛，因为对都对彼此理解，知道什么样的吸引力是不能够 say no 的，是不能够拒绝的，是多好！觉得这就是暧昧性的定义，对，就是所以我们够回应各种各样的吸引力，这世界上，对。所以如果台湾开一个脸书，然后它上面写情感状态就是 open relationship， 哦，好酷哦！突然觉得，对啊，大家都喜欢，哪有一个国家不喜欢我们这种状态呢？对不对？但你觉得要能够暧昧是要有条件的，我们有。哦，怎么说？怎么说？对，我喜欢听这个怎么说？对啊，就是暧昧要什么条件？暧昧要自己要充满自信，要充满吸引力，而且也有相当的资产，不一定是有形的。就是我们台湾什么都有呀，对，我们有山有海，有大航海时代。然后我们还有台积电、护国神山，就是各种的物质条件我们不缺乏。那同时就是我们可以跟几乎是任何来的人接轨，无论他是欧洲人、美洲人、中国人、日本人，其实我们都对他们来讲都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吸引力，不是吗？是的，是对，而且我们某个意义上，其实台湾不求于别人，那我们都往往没有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优势啊，因为我们老是觉得自己是个小国，所以我们很仰赖地缘政治的大国关系。那其实我们颇为自给自足，我们有的我们都可以拿到，我们都也很富足的保有，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暧昧，甚至不时的可以 flirt 一下，这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可能我们缺乏的是认知一些自信，可能稍显因为这个原生家庭的关系，因为我们一直就是说有一点自卑。对，我们处在那个很大的一个路块的旁边，就相形之下我们那么小，所以我们总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独立的个性，我们要靠来靠去。对，我们上一代的情感关系有一点复杂。对，延伸到这一代，对，延伸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就稍微要你知道，对，有点，这样解释，对我所有东西都通了啊！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很有魅力。我们充满魅力，对不对？不要怕暧昧。对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你知道，放胆暧昧，听的给他滑下去。对啊，确实是这样。你看现在台湾不是忽然多了很多各地来的外国人，对，然后每个人都来朝圣一样的看我们的，不管他是宫庙、小吃，或者是你们附近的迪化街，就是通通变成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以前我们不会这样看自己我们会觉得那些是破破烂烂的，或者是放不上台面的。那现在不一样，是我们从外国的人的眼睛里看到，原来我们可以暧昧，我们可以自信，我们本来就充满了各种的条件是吸引他们的。而且那些外国人来，据我这样小小的填调，他们都是真心喜欢台湾，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独特位置。所以就像我们之前在讲的，那个就很像我们在讨论个人的自卑感的时候，因为自卑，所以你对你自我评价就容易跑偏嘛，就每天都给自己一些不对的评价。对啊。那我们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是被严苛的党国教育，就是不只是上一代下一代，其实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集体潜意识，对，集体意识，我们都在这个中间所以我们会自己以为不足包括梦魂之地提到的那个很大的谎言，就是我们要回去会被领袖带回去，好像这个部分在台湾是不完整的，我们要回归一个母体，就是这是党国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可爱呀，没有办法机会独立成
这个对自由的个人，没有办法脱离原生家庭。没有办法。那即使现在，也许独立2个字在国际政治上，或是在中国的眼光之下，依然它有一个禁忌性。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暧昧吧？哦，可以，对吧？你看，对吧？你看92公司多么的暧昧啊！对啊，就是啊，他那个叫暧昧吗？暧昧啊，对啊，不是就是对啊你确定92公司叫暧昧吗？好啦，对啊，多说。对，不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暧昧各自表述啊，各自表述是一种暧昧，没有错。是啊，它是一个暧昧的关系。就我们平常在情爱里面，当你要说什么又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时候，暧昧是很有用的，各自表述啊。哇，今天这个主题，我们怎么可以聊到暧昧这个？哇，好厉害啊！但是我今天完全是用全新的视角在看待我们台湾的未来。对，暧昧且那个温暖，暧昧且温暖，我觉得且温暖一定要加。对，不要像以前我们都说那首歌叫怎么唱？什么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对，如果暧昧没有且温暖的话，那很快就变渣男，不可以。哦，对，暧昧没有温暖就是渣男。对，那暧昧没有得到温暖就受尽委屈。也是。你怎么这么理解？有吗？靠回去！我要睡。概念实在是太幽默。哇，今天聊到这里很厉害耶。对。到底是怎么聊到这里来？应该是你们2个的头脑加在一起，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火花。但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暧昧且温暖，谁会这样解释？对啊，谁会这样子讲？我真的相信，我觉得台湾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每个台湾人真的是，我觉得是比较没有界限。就我们跟别人的相处当中，我们很快的就可以跟任何一个人可以产生比较深刻的关系。就是我们出去看台湾人跟日本人不一样，跟美国人很浮面，就是跟美国人、欧洲人都不一样。就台湾人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吧，一般来讲，对，就那个没有界限的感觉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那这个部分非常非常适合发展我们刚刚讲的暧昧且温暖的自我认知，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没有界限，我们没有觉得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我们没有觉得什么是犯禁的，我们没有觉得什么是不行的。他有时候听起来会有一点rude， 就是有一点冒犯，或是那是很好的。对，但有时候这个是拉近彼此距离的很好的关系。譬如说，你回到南部乡下亲戚，有时候就会直接问说：“啊，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对，你是可以养活你自己吗？对。他其实背后表达是一种关心。对啊。那个没有界限感。那我问一个题外话，为什么你那么理解暧昧？因为我很喜欢这样的状态，我觉得那个是什么意思？就譬如说爱情，就爱情最好的时刻是暧昧的时刻，因为你眉目传情，而你搞不清楚对方到底有没有接收到这个讯息所以你完全可以陶醉在这种幸福的想象当中。某个意义对我来讲一直是这样，就是我们恋爱是为自己谈的，就所有的恋爱不管多么强烈，多么澎湃，可是就是始终你所慰安的是自己。那在暧昧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多巴胺就噼啪一直分泌，就是你充满了一种就是在一种也可以说充斥着灵感，或者是对这个世界有无限美好的投射的时刻，那是暧昧。所以你是很享受暧昧的那个状态的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最好的状态其实是带着一些暧昧比如我们就说到一个场合，你会觉得他有趣或者你并不确定他对你是不是有兴趣，可你基本上觉得他有趣，然后你们开始有一个对话，就那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当然不久你也可能发现这个人实在是太无聊了，或者说他理解太多现实层面的。对，就没，所以你就要换一个
对象。所以我刚刚说“迷”这个字对平路来说有一种吸引力，是不是？是，我以为是对每个人的不所以见得。所以我觉得他同时间就是迷本人，对啊，所以我在他跟你既创造谜团，也解谜。没有，但是重点是他本身就是个谜，因为成为谜的时候是最暧昧的状态。没有，他的小说的结尾也没解开什么。这样说就没有人看了啦，白看了，对。不会啊，他还是有留一些，他还是有留一些余可你是对的，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是更多的问号，那问号每一个希望能够牵连到读者自己心里的心情。对啊，这绝对不是答案，就是答案要自己找。没有暧昧的重点是要有空间的。对，有答案这件事情有点恐怖。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就说李安他在写《10年》那本书，他写到那个喜宴，然后他说他在机场遇到粉丝跟他讲说，我好喜欢《喜宴》这部电影哦，惨了，它是一个 happy ending 哦，我就吓到，我想说，为什么你觉得它是 happy ending？ 然后他就赶快逃离，因为他也没有否认，但是他也没有承认，只是他心里面是更多的是很惊讶，是惊讶，怎么会有人这样？他为什么是这样？怎么会有人认为他是 happy ending？ 可是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下那个 ending 的时候是想要解开什么的。艺术的本质就不是给你一个答案嘛。对，不管文学也好，电影也好，对，就是这样。对啊，就不是给你一个答案，对，因为给你答案就弱了嘛，他就不暧昧了嘛，对，就不暧昧了，不美，他就不美了，是不是？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多创作者的朋友常常在暧昧。对呀，理解。你想起了好多的朋友在这里暧昧的经过吗？没有，就是突然间那个脑海里面刷过很多人的眼睛。对，我们刚刚是从书开始聊，然后聊到你的身世之谜，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聊到那边，然后一直聊到就是你对于台湾的看法，或是等等之类的。然后你最后下的那个判断的结语叫做就是暧昧且温暖。那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路这样子下来，就是你的生命算是非常曲折离奇的一段过程。那对你来说，还好吧？算曲折离奇啊，我觉得一般吧。没有。那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对。好，加一点，等一下再回到那个曲折离奇。就是我会走很多的冤枉路，就是这是真的，因为我很迷惑，就因为我的身世。譬如说成为作者或是什么的时候，我写了蛮多，也一直去看各种女性主义的书。是女性主义那时候也很风行。对，为什么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只是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妈妈为什么不爱我？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女性主义果然就有给了各种解释啊，就说母女，譬如说很多个解释，譬如说母女之间有竞争关系，又譬如说因为母亲自己的境况并不好，作为女人，所以她其实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又陷入同样的困境，所以其实有时候母亲会母女相聚或者有的时候母亲是因为她在男性社会里面，她只认得那个牌位上的那些名字，所以她自己不存在，她也不觉得女儿会存在，就是有各种的解释，就是从女性主义理论来讲。那一直到后来，就是在我发现我的身世之后，这个问题其实简单无比。为什么我的妈妈不爱我？因为你不是她生的，不是她生的，而且是她的某个意义上是情敌生的，所以就这么简单。可是我就绕了很多的路，就是拼命去找那个答案，包括去念心理学，对，可能也是，可能有一点关系，对，可能有点关系。然后然而就回到刚另外一个问题，曲折离奇，就是然而它也有副产品，就是它的
副产品还不错，就是因为你副产品还不错，因为你一直在绕路，你其实在解一个那个根本就是它的 variable 就放错了，就那个算式本身问题本身就问错了问题，所以你去干嘛也花了不存在解答的问题。是的，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变成那么复杂，也因此就是它会让我就是在好奇的时候，同时也阅览或者也去经验很多人的经历，所以其实也挺好的，就是然后到最后可以才有办法写出很复杂的小说。对 ，OK，那我其实我最常问的人家的一个问题，就是本节目最爱问的，对。然后那对你来说，爱是什么呢？哇，这么难的问题，对不对？对，我自己并不知道在这个节目说合不合适。对，我并不相信爱这回事的神圣性，就是至少我没有那么相信这件事的某个意义上，甚至是神圣性或者真实性。那我反而觉得，就是像我最喜欢的一句话，说不定那也是副产品的一部分。就是当我自己读了或经验了很多女性故事之后，我反而觉得说那句话对我是有用的，就是希望被爱是最后的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就对我来讲真是这样。再讲一次。希望被爱是每个人最后的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就是我觉得爱跟自由有一个拉扯性。再帮我讲一次。为什么你要连放3次这个秀字是不是？结尾帮我停顿2秒。所以你也喜欢这句话，可是一定不赞成啊。没有不会，应该我应该是说，我问了这么多人的人，我真的从10几年前我就开始问了，然后问到我开 podcast 我还在问，我没有听过这件事，这个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很对，因为我好奇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知道暧昧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然后是一个很希望沉浸，像沉浸式经验一样的经验，沉浸式体验，对，你也太先进了。所以你也是来这个人世间打电动的，对，打旋风太旧了。对，我们是从那个马里欧那打到超级马里欧，对，所以我才会好奇，对你来说爱是什么？可是因为你刚刚那个实在是太有趣了，需要好好思考一下。对，所以再问一次，希望被爱是最后的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再来一次。可以。可是你这句话是不是要放3次？可是我觉得，如果我是观众的话，我觉得我这句话会放100次，因为我要大概放到50次的时候，我才大概想象他到底在讲什么。真的最后这句话，而且我们真的太希望，就是我们不一定爱人，可是我们都好希望被爱啊。那如果我们更简化的讲，我觉得暧昧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而且不会带来伤害啊，然后是让生活充实的方式，可能反而是暧昧。然后我们都从开始就搞错了，因为包括我们唱的儿歌啊，或是流行歌曲，每个人都教我们要爱。那其实爱就很像很久以前有个 Lana Turner 有一个歌星的一首歌，就是 What is love? Love is second-hand emotion。就其实是第2首的，就是我们在我们还没有了解爱，或者是体验爱，或是真的从心里觉得我非要被爱不可之前，我们已经第2首的被听到太多情歌啊，太多的就是尤其女性就是被爱
就有王子，就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真的那个是第二手的感情，真的是 second hand emotion， 我们没有机会自己去体验，说我到底是要在爱里比较幸福快乐，还是我在暧昧里比较幸福快乐，或者是真正的答案，我觉得是那个自由，就是放下它你就自由了，那个自由我想是最好的状态。哦，天哪 Oh my god！ 救命啊！哇塞，今天有把脑洞打到开到另外一个世界，真的哦，救命啊！这个刚这一段可以听很久，我告诉哇，你，简直帅毙了！哇，救命啊！这个是走在一个非常非常前面的人呢，时代的尖端，难道要走在后面吗？